大家好，我是阿发布子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新竹有什么好玩的景点。那么我们先看到新竹高铁站。新竹高铁站位于竹北，想要转乘去新竹市区的话，要先从旁边的六家火车站搭火车到内湾线的竹中火车站，再从竹中火车站转乘至新竹车站。另外，在高铁站的前面有一个5层楼的百货公司可以逛。这附近有个13好市集，是一个集结了新竹县内13个乡镇的小农市集，每个礼拜六的大约11点到4点，会在这个客家园区旁的草皮摆摊，大约会有30个摊位和不定期的表演。在过去还有享平方和远东百货公司，享平方主要是以看电影为主。那么如果你是直接搭火车到竹北火车站，可以去附近的三民路吃午餐或晚餐。礼拜六日的晚上也可以去逛竹北夜市。再上去就是小叮当游乐园。这游乐园最有特色的就是它有一个室内滑雪场，应该是全台唯一一个让你不出国也能玩到雪的游乐园。接着，当你到达新竹车站后，从前站或后站出去都有景点。如果从前站出去，最左边是大圆柏百货公司。中午的时候可以去旁边的中央市场吃糯米水饺、贡丸或润饼。新竹有名的城隍夜市也在这里，有小路连接这两个地方，或是也可以去东门市场吃饭，但这里就比较偏异国料理，而不是台湾传统美食。它旁边有影像博物馆、美术馆和消防博物馆。而新竹州图是日治时期盖的图书馆，现在则是从古迹摇身一变变成咖啡厅。再往前走一点就是新竹最有名的百货公司巨城百货公司，因为它和SOGO是一起的，可以逛的东西比较多。远一点还有一间大鲁阁百货公司。而黑蝙蝠博物馆和眷村博物馆则是看你对这些历史有没有兴趣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安排过去参观。最后就是在星期三和星期五的晚上有一个树林头夜市，之前因为疫情暂停营业，后来在2023年的时候满血复活重新开幕，所以应该也算是一个新夜市吧。那么这些就是新竹前站的景点。接着我们讲后站，从后站一出来就有一个后站夜市，这夜市会在礼拜二和礼拜四的晚上营业。往前到新竹公园有新竹动物园、台湾昆虫馆和玻璃博物馆，但是新竹动物园园区蛮小的，大概1-2个小时就会全部逛完。如果时间只够去一个馆，与其去动物园，不如去旁边的昆虫馆会更有趣一点，而且昆虫馆还是免费参观。礼拜一的时候这2个地方都会休馆。而在新竹公园的旁边有一个假日花市，但其实里面有吃的也有玩的，更像是白天版的假日夜市，很适合跟旁边的昆虫馆搭配在一起。再远一点也有竹联市场和新园市场可以吃早餐。而水道博物馆有溜滑梯和泡脚池，很适合带孩子去亲子旅游，背包客的话就不需要特地前来。清华大学也在这边，它对面有一个清大夜市，但清大夜市不是夜市，不要抱有错误的想象，这里比较算是一个商圈，大部分的餐厅都是店面而不是摊贩，早上就有东西可以吃，跟我们前面讲的夜市是不一样的。在清华大学校区后面还有18尖山和高峰植物园。最后在新竹科学园区这边有一个台积电展览馆，里面总共有3个展区，虽然是免费进入参观，但是不论个人还是团体，都要在参观前一天的中午12点前完成线上预约申请才行。旁边的能源教育馆也是要先线上预约才可以进去参观。接着我们看到新竹的沿海，在北区这里有一个南寮渔港，想吃海鲜的话，可以在1楼的鱼市场买好鱼货后，拿到2楼的代客料理餐厅请他们帮忙处理。想直接吃熟食的话，可以到旁边的波光市集，但我不知道这里的食物味道怎么样。每年8月底到9月的时候，也会在这里举办新竹风筝节，会释放各种巨大造型的风筝，到时候再顺便参观这个渔港也可以。
渔港的不远处有一个海天一泻看海区，很适合傍晚的时候来这里看夕阳。往下走有一个香山湿地步道，跟台中的高美湿地很像，只能走木栈道，不能下去。去之前还要先看它的官网每天步道开放的时间，不然你到了也是进不去，而且阵风达到6级以上也是不能进去的，所以去之前要看情况调整行程。那么需要调整行程的时候，或是觉得去之前还要查资料太麻烦的话，可以考虑改去海善渔港或新月沙湾这2个地方。除了没限时间还能下去玩水，也能看日落，就是要注意早上的防晒。湿地旁的青青草原则是有环形步道带你走里面的5大草原，最后就是赏鸟公园。好的，那么到目前为止介绍的景点就是新竹市可以玩的地方。接着我们来讲新竹县，从北新竹车站转搭内湾线到竹东车站，来竹东这里就是为了吃。早上抵达可以去车站前面的中央市场，晚上可以去吃夜市。那竹东的夜市是有2个的，中央市场和它旁边的夜市是你每天来都有营业的，而另一个在沿河街的夜市是指在礼拜6晚上才有营业。这夜市很大很长，很好逛，蛮好玩的。总之来的时候要看好想去哪一个，不要到时候走错了。往下到核心有一个爱情车站，应该可以算是一个拍照打卡的景点，但是内湾线每天火车的班次非常少，如果你是搭火车来的，就不建议在这里停留，建议直接去终点站内湾站，会有更多景点可以逛。除了内湾老街，跨过内湾吊桥后也有一个蓝屏步道可以爬，4、5月的时候还有萤火虫可以看。内湾线的景点大概就这么多。旁边北埔的北埔老街、绿世界、峨眉和狮头山则可以从竹北站、高铁站和竹东站搭乘台湾好行到达。绿世界的园区里面超大，你全部走完至少能待半天以上，可以逛很久。所以如果想要到北埔这里玩，可以早上安排去绿世界玩到下午，傍晚的时候再去北埔老街吃东西。那这个老街不大，主要卖的是客家美食，还要喝他们的擂茶。那老街附近还有二寮神木和北埔冷泉。北埔冷泉是个免费玩水的景点，有要下水就可以玩个1个小时，没有的话就是10分钟的景点。再跟上去的赛夏族文物馆，就是苗栗那部影片有提到的另一个举办百灵祭的地方。所以这里只提供最新一次祭典举办的时间。如果是想泡温泉，则可以去小井坪温泉或秀峦温泉。旁边的司马库斯是看神木的地方。如果你是2到3月来，还会有樱花可以看。在这里顺便说一下，原来苗栗的观雾森林园区是可以从新竹高铁站乘坐台湾好行抵达，而且从这里还能够爬到大霸尖山。但是攀登大霸尖山也是要先做登山申请的。那么在前往司马库斯的路上，有一个渔老观景台可以看风景。去之前最好先去上一趟厕所，因为这里是没有公厕的。如果要上厕所的话是要收10块钱，但这里有卖臭豆腐、甜甜圈、香肠等小点心。这观景台附近有一个老鹰溪步道，可以走到老鹰溪瀑布。而再往北走，比较有名的景点就是北德拉曼神木、鸳鸯谷瀑布和马武都森林。旁边关西那边在2到3月的时候也有一个免费的赏樱秘境。最后就是六福村游乐园，我觉得这个游乐园可以排到台湾最好玩的游乐园前3名。它里面除了有一般的游乐设施，还有水上乐园可以玩水。还有一个动物区，你可以坐巴士进去看狮子和老虎，蛮有趣的。比较遗憾的是，它有一个很棒的游乐设施，叫做苏丹王大冒险。在前几年的时候，因为台风而造成零件损坏，就停止使用了，真的很可惜。以上就是新竹景点的大致情况。那我觉得来新竹安排1日游就可以了，毕竟大部分游客也只是来市区晃一晃而已，并不会进去到旁边的山区。
但如果要进去到山区的话，行程和天数就是要另外计算。希望这部影片对你们有帮助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